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正在发生，而且很可能已经改变几百万人命运的事情。一个5口之家，行李已经托运完毕，登机口就在眼前，广播已经开始催促最后的旅客，距离舱门关闭只剩下5分钟。然后有人走过来，礼貌地请他们离开队伍。7天之后，这位在日本经营企业超过20年，已经规划日本籍13年的华裔商人，对着摄影机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本人自愿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这个故事在2026年8月初传遍了整个中文网络。必须说清楚，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封陈情信，内容没有经过任何独立查证，我们无法确认它的真伪。但它为什么能在几天之内引爆整个海外华人圈？因为就在7月31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只有19条，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行政法规。而在那之前的短短5个星期里，还有另外4道命令，一道接着一道落下。有人把这5道命令连起来看，得出了一个结论：钱出不去了，人也走不了了。这个结论到底成不成立？这5道命令究竟写了什么？富豪、中产，还有已经拿了外国护照的海外华人，为什么会同时被卷进同一张网里？今天我们就一条一条把它拆开来看，看看在这场席卷全球华人的财富与人生大变局背后，究竟藏着一道怎样的算术题。我们先从最容易被忽略的第1道令说起。2026年6月1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第837号令，全名叫做《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全文31条，从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份文件表面上看，甚至可以说是好消息。他第一次在行政法规的层级明确承认，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可以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和个人到海外投资一直处在一种模糊的地带，审批、备案、外汇，一层一层。现在有了成文法，理论上是更清楚了。可是真正让市场紧张的是这份规定里另外一半的内容。他第一次把个人纳入了对外投资的监管范围。过去监管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现在个人也在里面了。他还规定，投资者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以及相关数据，属于限制出口的，必须事先取得许可。最关键的是，他明确堵死了一条路，投资者不得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技术。你看懂这一条在说什么了吗？他管的已经不只是钱往哪里流，他管的是技术往哪里走，数据往哪里走，甚至是人往哪里走。一个半导体工程师去海外的工厂支援，一个材料学专家去国外的实验室交流，一个工程团队被派到东南亚去建厂，这些过去属于商业行为的事情，现在都被装进了同一个监管框架里。分析人士指出，这等于堵住了企业用海外设厂、海外培训、技术服务外包、跨境工程支援这些方式绕开出口管制的空间。受影响最深的是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慧、电池材料、稀土加工，还有那些军民两用的技术产业。而这份规定里还埋着另外2把钥匙，第一把叫做国家安全审查，第2把叫做反制裁措施。条文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留下了非常宽阔的裁量空间。什么叫做危害？由谁来认定？认定之后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在文本里并没有穷尽的答案。第2把钥匙则和近年来一连串的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挂钩，把跨境投资直接接进了国与国博弈的线路里。有分析认为，这份规定表面上是鼓励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把资本、技术、数据和人才的跨境流动统统收进了同一个审查框架。一位美国的经济学者把它拆成几层目的。第一层是构筑资本与技术的防御墙，防止技术从灰色地带外流。第2层是封堵那种透过向境外派驻技术人员、合作培训，把核心技术与资产权利转移到海外的做法。听起来这一切离普通人很远，但是请你记住这个框架的形状，因为接下来的4道令用的是同一套逻辑。先把模糊的实务做法写成明确的条文，再把裁量权交给主管部门，最后留下一句可能危害。
如果说第一道令管的是技术和人，那么第二道令打的就是普通人手里最现实的那条路。时间往前推一点，2026年5月22日，中国证监会对3家在大陆拥有庞大用户群的境外券商立案调查，并且出具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这3家名字，大陆的股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理由是未取得相关业务许可，在境内非法展业，罚款金额合计超过 3.3 亿美元。同一个月，证监会联合另外7个部门发布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设置了长达2年的集中整治期。方案的核心只有一句话：境外机构不得在境内为存量投资者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并转出资金，只准出不准进。结果很快就来了，老虎国际从6月12日起暂停境内资金转入、转出功能保留。富途的应用程式在境内已经无法操作，存量用户必须透过境外网路才能使用。长桥则无法在境内进行新开仓、加仓和资金转入，连没有被点名的几家券商也主动暂停了境内服务。而在海的另一边，同样是5月22日这一天，香港金融管理局向所有认可机构发出了一份监管通函，要求银行在为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投资账户时执行3项额外措施。第一，对曾经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进行独立核查，3个月内完成核查，6个月内完成问题账户销户，相关客户永久禁止再次开户。第二，由内地投资者持有，截至5月22日没有任何资产结余，而且前12个月内没有客户主动活动的投资账户一律关闭。第三，新开立投资账户时，必须向内地投资者取得书面确认，所有支持投资活动的资金都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这第3条才是真正的杀招，你必须签一张纸，白纸黑字的确认你拿来投资的钱不是从内地来的。过去大陆居民赴港开户，最常见的理由就是买港险、海外消费、子女教育，这些理由现在都不再被接受了。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部分在香港营运的中资大型银行已经暂停为内地居民开设投资和理财账户，并且提高了开设储蓄账户的门槛。中银香港、东亚银行、大众银行、汇利银行等多家香港银行也陆续收紧了内地居民的开户政策，审核周期明显拉长。尖沙咀海防道那条曾经被叫做开户一条街的地方，过去整条街密密麻麻都是券商的摊位，到了6月，记者去看，大部分都不摆摊了，甚至连银行家自己都开始躲。6月初，彭博社报道，瑞银集团原定在大陆举行的年终财富展望活动被推迟。汇丰控股虽然照常营运，但公司不鼓励常驻香港的私人银行家进行非必要的内地旅行，一些原本计划参会的人员直接取消了行程。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信号。当为富人管钱的人都开始不敢踏进那扇门的时候，门里面的人在想什么？门外面的人又在想什么？然后第3道令来了，这一道是直接打在中国最有钱的那一群人的脸上。2026年7月24日，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2026年第21号公告，全名叫做《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立即实施。没有征求意见稿，没有专家座谈，没有过渡期。什么是离岸信托？简单说，就是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者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境外法律安排。常见的设立地是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富豪家族用它来持有公司股权、金融资产、海外房产，用来做财富传承，也用来做资产隔离。它就像一件财务上的隐形斗篷。彭博社形容，这件斗篷底下藏着的是数千亿美元规模的大陆财富，这些钱支撑了从奢侈品消费、房地产到香港股市的一大片市场。现在这件斗篷被掀开了，公告把离岸信托的一辈子拆成了3段，每一段都要交税，税率统一是 20%。 第一段是设立环节，居民个人把财产装进离岸信托的那一刻，就要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掉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之后的余额，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缴纳 20% 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你只是把东西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就要先交一笔税。第二段是存续环节，信托在运作期间产生的收益，按年计算缴纳，税率一样是 20%。而这里有一个最狠的字眼，穿透，不论这笔收益有没有实际分配到你手上，都要交税，钱还在信托账户里躺着，税单已经先寄到你家了。第三段是终止清算环节，信托到期结束，全部信托财产的清算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 20%。而真正让香港和新加坡的律师事务所电话被打爆的是最后那条追诉条款，设立环节的未缴税款原则上追征3年，也就是说2023年1月1日以后把财产装进离岸信托的个人都必须按规定申报补税。2025年及以前年度的收益分配一次性打包计算，全额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申报缴税，而所有这些补税必须在公告实施之日起90天内完成。90天，从7月24日开始算，那一天是10月22日。官方在答记者问里强调，这段期间不加收滞纳金，这是给纳税人的一项优待。但是同一份文件也写着另一句话，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延长追缴年限，3年只是原则。美国 CNBC 在8月5日的报道说，中伦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新加坡的大成瑞德律师事务所这些机构最近接到了海量来自中国富豪家庭、私人银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加急咨询。他们要问的问题出奇的一致：第一，我的税务风险有多大？第二，我要怎么把资产变现才能凑出这笔现金？一位新加坡的律师形容，这是中国相关私人财富规划的分水岭时刻。为什么要凑现金？因为信托里装的往往是股权，是房产，是流动性很差的东西，税单却是要用现金缴的。还有一个更技术性但是更残酷的细节，因为存续环节是按年计算，盈亏不能跨年相抵的，所以一个重仓科技股的信托，如果第一年赚5000万，第二年亏4000万，第三年又赚3000万，3年下来净赚4000万，但是要交的税是5000万加3000万的 20%， 也就是1600万，实际税率变成 40%， 整整是名义税率的2倍。公告里也有反避税条款，如果信托名义上分配给了非居民，但是这笔钱实际上由某个中国居民取得、使用、控制或者处分，税务机关可以直接视为向这位居民分配，要求他缴税。名义给外人，实际自己用，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么只买银行理财、只买保险的人是不是就安全了？公告确实给了一个例外，由境外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公司发行，受境外金融主管部门监管，面向公众独立运作，自担投资风险的金融产品不算离岸信托。但是第4道令就是冲着这个例外来的。2026年8月初，大陆财经媒体财新率先报道，中国税务机关已经开始对境外保单的收益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北京和杭州出现了早期的征管案例，征税的项目包括香港保单的分红收益以及预缴保费所产生的利息收益。消息一出，市场的反应堪称惨烈，保诚在伦敦的股价一度暴跌 13%， 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大的盘中跌幅。友邦保险在香港一度跌超过 9%， 最低见到 70.6 港元。汇丰控股和渣打银行在伦敦的股价都下跌超过 6.5%。 友邦和保诚的发言人都拒绝评论。香港保险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长期以来就是大陆居民配置海外资产最重要也最便利的一条渠道。你不需要开海外证券账户，不需要复杂的架构，走进一间香港的保险公司，一张保单就可以把资金合法的放在境外，还能拿到相对更高的定价利率和更广的投资范围。2023年，大陆访客赴港投保的个人人寿保险新造保单保费就达到约590亿港元，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准。现在这条路上也架起了收费战。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诚实的把另一面也讲清楚。花旗的分析明确指出，财新报道的这些个案并不代表当局在837号令出台之后开始边际收紧，也不是它的直接延续。
花旗说，报道提到的是零星案例，其中很多实际上发生在2025年，早于当前的市场恐慌。从报道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中央出台了一道自上而下协调一致的命令，系统性的对内地居民持有的香港保险征税。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花旗给出的答案其实比一道命令更值得我们警惕，是 CRS 共同申报准则，被称为全球版的肥咖条款。它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主导的一套机制，参与国之间自动交换金融账户资讯。中国早在2017年就加入了。过去这套机制形同虚设，因为地方税务局收到一堆数据，根本没有能力处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资深保险业人士向财新指出一个很关键的观察：目前被征税的案例没有明确的标准，并不是市场一般认为的大额保单才会被征税。决定你会不会被课到税的，可能只是一件事：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税务局有没有处理数据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不是一道命令从天上砸下来，这是一张网，早就撒下去了。只是现在网上的人终于学会怎么收网了。安理律师事务所的税务合伙人叶永清解释得更直白：中国税收居民本来就需要就全球所得纳税，理论上境外保单分红属于应税所得。此前因为资讯不透明，征管难度大，所以形成了一大片空白。随着 CRS 资讯交换常态化，税务机关已经可以完整取得境外保单的分红和现金价值数据，这片征管空白正在被一格一格填满，而这张网还在变密。从2026年开始，经合组织把 CRS 的申报范围进一步扩大，把电子货币账户和央行数位货币也纳入交换项目，业界称之为 CRS 2.0。同时，专门针对加密资产的申报框架 CARF 也已经启动。早期参与国从2026年1月开始搜集资料，第一次正式交换排在2027年。加密货币交易所和保管业者未来也要比照银行办理客户的税务身份审查。2026年4月1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释放了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号：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申报监管已经正式迈入史上最严的阶段。黄金、房产、股票、加密货币、保单、信托，过去那些被认为藏得很深的地方，正在一个一个亮起灯来。而在境内还有另一套系统在同时运转，业界把它叫做金税4.7。它的核心不是查税本身，而是把过去彼此隔离的数据池全部打通。税务、银行、工商、社保、不动产登记、支付平台，原本各自躺在不同伺服器里的数字，现在可以互相比对。你申报的收入是多少？你的银行流水是多少？你名下有几套房？你的公司开了多少张发票？这些数字第一次可以放在同一张表上对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残酷的组合：境内有金税4.7在做横向比对，境外有 CRS 在做跨境交换。两张网一旦接上，一个人的资产全景图就不再需要靠人工去拼凑。一位移民顾问用了6个字来形容这件事：银税一联网。过去很多人相信的是一种资讯差红利，钱放在开曼，放在维京群岛，放在香港，税务局就查不到。这种认知在2026年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并不是因为法律改了。中国税收居民要就全球所得纳税这条规定本来就写在个人所得税法里，改变的只是一件事：执行的能力。法律从来没有睡着，只是过去他看不见。然后就是第5道令，也就是我们开头讲的那一道。2026年6月29日，国务院第90次常务会议通过。7月22日，总理李强签署第841号国务院令，7月31日正式公布，9月15日起施行。全文19条，名字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我们一条一条来看，因为魔鬼真的都藏在细节里。第3条写着，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在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时，可以询问相关情况，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资讯。出境入境人员应当予以配合。请注意这4个字：电子数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传神的说法，这是把出境边检从查证件
升级为查动机。过去边检看的是你的护照真不真，签证有没有过期，现在他可以问你为什么要去做什么，见谁，然后要求你提供文件、资料以及电子数据来证明，而你应当予以配合。第4条是被外界公认最具影响力的一条，它规定了3种中国公民不准出境的情形。第一种，因为骗取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违法情形和预防违法犯罪的需要，决定自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6个月至3年以内不准其出境。第二种，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可以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经驻外外交机构核实后，由其境内住所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决定自回国之日起6个月至3年以内不准其出境。第三种，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树超在7月31日就公开指出，第4条大幅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权利，他的呼吁更直接，趁你还能离开的时候快走。我们再看第6条，对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决定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并向当事人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这听起来是保障，但是紧接着的下半句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当事人。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不了。第1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依照本规定作出超过5000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由其所属的公安机关决定。有评论注意到，这意味着相关的执行权限已经下放到了县一级。第7条到第10条则是整个规定里唯一完全崭新的部分，中介管理。国家对从事出境、入境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的中介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新设立的机构要在15天内备案，已经在做的要在规定施行之日起90天内完成备案。境外企业、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提供出境入境中介服务。还有一条特别值得注意，第10条的最后一款写着，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委托中介机构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境外居留证件或者其他出境入境证件手续的，中介机构不得办理，并且要及时向监察机关报告。移民公司从此变成了申报的一环。这一条为什么重要？我们得回头看一段历史。2018年，中国取消了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的准入许可。从那之后，这个行业的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官方自己在答记者问里承认，这带来了便利，但也出现了机构底数不清、部分机构违法违规办理业务的问题。所以备案管理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确实有它的道理。但是有评论指出了另一种可能，当移民中介被纳入备案，被要求随时配合，被赋予向监察机关报告的义务时，他们自己就会变成第一道筛子。原本一家中介的动机是把生意做成，现在政治合规变成了第一顺位，因为做错了要被吊销执照、被罚款。于是最理性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看起来有风险的客户提前卡掉，然后告诉客户是政府审核你的背景不通过，责任被转移了，筛选却提前发生了。讲到这里，我想我们有必要把时间轴再往回拉一点，因为只有放进历史里看，你才会明白为什么这19条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一个中国人想出国，那不是办手续的问题，那是政治问题。护照是稀缺品，是身份的证明，普通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见到一本。80年代之后，出国的口子慢慢打开，但是申请护照依然要层层审批，单位同意，公安审核，政审材料，一道一道的过。真正的转折发生在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之后，因私出国开始松动，护照从一种特权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按流程申请到的证件。2007年，中国实施了护照法。2013年7月，出境入境管理法开始施行。到了2011年之后，
全国大部分城市陆续实行按需申领，普通公民拿一张身份证，填一张表，就可以办一本护照。那是一整代中国人第一次拥有的可以自己决定去哪里的自由。而现在，有评论认为，出境入境管理法自2013年施行以来的这套框架正在被重新校准。官方的说法是，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出境入境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新挑战、新问题，迫切需要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出台规定，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急用先行这4个字本身就很值得琢磨。那么官方自己怎么解释这道规定？我们必须把这一段也讲出来，因为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3部门负责人的答记者问里，理由讲得很清楚。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境人数不断增长，实践中出现了上当受骗出境，或者虚构事由非法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的情况，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过去这几年，缅北、柬埔寨那些园区里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看到了。多少年轻人被一份高薪工作的广告骗出国门，最后在铁窗里打电话回家求救。从这个角度看，加强出境环节的审查并不是一件荒谬的事。同时，规定的第2条要求外交、文旅部门和驻外机构及时发布国外安全提醒，移民管理机构在办证和边检时提醒公民谨慎前往高风险地区，必要时劝阻，这是保护。问题从来不在于一项制度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把裁量权交到了谁的手上，以及那个人可以怎么用。好，5道令讲完了，现在我们回到最现实的问题，这5道令到底怎么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先看第一群人，富豪。对他们来说，冲击是最直接也最容易量化的。离岸信托 20%， 境外保单 20%， 10月22日的补税大限，加上一个追征3年，金额较大还可以再延长的条款。中国银行业一位基金管理人士形容得很传神，这是对富裕阶层财富的终身绑定，只要你在海外有钱就要交税。他现在先让你自查财产出处，如果没有合理解释，接下来就是处罚，罚款可能超过规定的 20%。 其实这股风早在几个月前就吹起来了。2026年4月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江苏多地的税务部门就开始集体约谈持有香港、新加坡家族信托的企业主和高净值人士。一位移民顾问透露，他认识的一名老板被追缴了300多万人民币。他还说了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话：银税一联网，有资产的生意人麻烦就来了，咨询移民、办护照的人爆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悖论，当你想跑的时候，你会发现第5道令已经站在门口了。第2群人，中产。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又没有离岸信托，我又没有香港保单。但是中产受到的挤压其实更绵密，也更难察觉。中国大陆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万美元的个人外汇便利化额度，听起来不少，但这个额度从来就不包括境外买房、境外证券投资，也不包括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的保险产品。这些属于资本项目，本来就不允许直接购汇汇出。真正属于中产的那条路一直只有3条：旅游、消费、留学。现在香港的投资账户开不了了，境外券商的资金转入停了，保单收益要缴税了，剩下的那条留学路呢？202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57万，回国人数 53.56 万，这是5年来第一次下降。而2019年的峰值是 70.35 万。曾经被无数中产家庭视为通往海外名校跳板的国际学校也开始招不满学生。网友的评论比任何分析都直白，因为收入预期降低了，因为中产都返贫了很多，因为财富缩水，消费降级了。一位网友写下了一句话：一叶知秋。这个指标比 GDP 真实多了。中产真正的困境在于，他们既没有富豪那种提前布局的资源，也没有底层那种本来就不必考虑出境的处境。他们是最努力按规则办事的一群人，也因此是最容易被规则的变动直接击中的一群人。一个很典型的画面是这样的：一对夫妻工作10几年，攒下一笔钱，计划送孩子出去念书。他们没有离岸信托，没有 BVI 公司，
他们的全部海外布局可能就是一张香港的储蓄保单和一个用来付学费的境外账户。现在账户开不了了，保单的收益可能要缴税了，换汇的额度本来就有天花板，而孩子念完书能不能留在当地，回来之后工作好不好找，又是另外2个问号。于是很多人做出了一个非常合理却也非常令人唏嘘的决定，算了，不去了。网络上那个中产家长开始抛弃国际学校的话题，之所以能引爆讨论，并不是因为国际学校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它精准地标记了一个阶层的心态转折点，从我要为孩子争取一个更大的世界，变成了我先确保这个家不出问题。当出去的路变窄，而留下来的代价变高，中产家庭要面对的其实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倒数计时题。第3群人，海外华人，这一群人的处境可能是最微妙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很多已经拿了外国护照或者永居的华人，长期以来维持着一种两地生活的节奏，父母还在国内，房子还在国内，公司开在国外，孩子在国外念书，每年回去几趟，探亲、扫墓、处理房产。第5道令改变的正是这种节奏的安全感。我们回头看那个6个月至3年的数字，如果一个人持有中国护照加上外国永久居留权，被限制出境6个月到3年，意味着什么？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永居保的都不是那张卡，保的是人必须在，而人必须在是用天数来算的。美国移民法规定，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就推定你放弃了居住意愿。日本永居如果离境超过1年而没有有效的再入国许可，直接失效。用一个国家的行政时间去消耗另一个国家的移民时间，这个算术题很多人是看了新闻才第一次算明白。至于开头那个日籍华商的故事，我们再强调一次，那是网络流传的陈情信，没有经过独立查证。但是它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恐慌，是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一个确实发生过的案例。2018年，同样在中国出生，拥有瑞典国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在法律上被视为中国公民，瑞典的领事想探视被挡在门外。强加国籍这个手法，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切断外国的领事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多位资深媒体人和法律学者发出提醒，台湾民众腹中的人身风险正在升高。另外，还有一些零星但值得注意的迹象。有大陆媒体报道，河南、湖北、内蒙古等地的公立医院要求职工上交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出国必须经过单位批准。这些报道多数来自个人在社交平台的发文和记者采访，我们同样无法逐一查证。但是公职人员上缴护照的做法在中国其实由来已久，只是这一次范围似乎在往外扩散。对台湾的朋友来说，还有一层更贴身的意义。台商在大陆经营了30年，很多人早就把家庭、资产、公司分散在两岸3地。过去那套熟悉的节奏是人在台湾，厂在大陆，每个月飞几趟，钱在几个账户之间流动。而现在这条路上的每一段都出现了新的变数。第一，第4条里那句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台湾的产业结构是什么？半导体、电子制造、精密机械、材料，这正好落在最敏感的那一格里。一位台湾的财经媒体人就直接示警，美中角力已经进入深水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范围不断扩大，涵盖晶片、低轨卫星等领域。而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跨海峡的技术人员流动都可能被放在放大镜下重新解读。第2、第3条里的电子数据，有不少大陆网友已经拍片讲述，明明有护照、有签证、有机票，但是在出境检查时被查手机，被认定装了翻墙软体，存有违规内容，于是走不了。这些说法我们无法一一查证，但是对于经常往返两岸，手机里装满台湾新闻应用程式和社群软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评估的新风险。第3，就是强加国籍那个手法。如果一个人在中国出生，后来取得其他身份，在法律适用上会被怎么认定？这件事在桂民海案里已经有过先例，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多位资深媒体人和法律学者这段时间反复提醒，附中的人身风险评估不能再用5年前的那套标准。顺带说一句，台湾本身并不在 CRS 的多边交换架构里，
因为国际地位特殊，台湾只能逐一跟个别国家签署双边主管机关协定，谈成一个才能交换一个。截至2026年年中，台湾的 CRS 自动交换对象只有日本、澳洲、英国3个国家，香港、新加坡都不在名单内，而中国从来没有跟台湾交换过任何金融账户资讯，所以这一整套追税机制对台湾税务居民的直接效力有限，但是对那些同时具有大陆税务居民身份或者在大陆有实质经营的人来说，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好了，现在我们来问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看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没有任何情绪，也没有任何立场，它就是一道算术题。2026年上半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10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 全国税收收入 9.79 万亿元，增长 5.3%。 乍看之下还不错，但是把它拆开，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7.5%， 地方本级收入只增长 2.7%，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是 6.88 万亿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 12.21 万亿元，收入只有支出的一半多一点。更要命的是，另一本账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 25.6%， 只有 1.28 万亿元，其中最关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只有 9,778 亿元，同比暴跌 31.5%。 土地财政，那个支撑了中国地方政府20年的印钞机正在熄火。有没有东西能补上？有的，同期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 1,549 亿元，同比激增 97.3%， 接近翻倍。股市热闹，印花税就涨，但是算一算就知道，土地收入减少了大约 4,496 亿元，印花税只增加了大约764亿元，土地收入的减少额是印花税增加额的 5.9 倍。就算把印花税的增量全部拿去填，也只能填上土地缺口的大约1/6。再看更早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3.66 万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6 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只能覆盖地方支出的约 55.9%。 根据各地财政厅公布的数据整理，北京、上海、广东等28个省级地区一般公共预算的财政自给率全部低于 100%， 连浙江和上海这样的经济大省都无法做到财政自给。而债务那一边呢，截至2025年12月末，中国全国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余额已经达到 54.82 兆元人民币。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甚至出现了 1.7% 的负增长。进入2026年第一季度，为了维持日常运转和填补到期债务，单季发行的政府债券总规模就突破了 6.7 兆元，相当于平均每天举债超过700亿元。而这里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到，但是相当吊诡的现象，2026年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只增长了 0.6%， 明显低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地方政府为什么有钱却不花，有项目却不上？答案有3层。第一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微幅增加，但是政府性基金那一本账崩了 25.6%， 整体的综合财力依然极度紧张，账面上的增长是假象。第二层，高压化债，对高风险地区的硬约束是砸锅卖铁去还债，严格限制新上政府投资项目，而且现在所有专项债项目都必须做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可是优质的基建项目早就开发殆尽了，剩下的多半是回报率极低甚至亏本的公共项目。第三层，也是最人性的一层，过去地方官员靠借债搞基建，拉动经济数据来获得晋升，现在审计和财政部门严查专项债、城投债，中央又搞终身追责，倒查30年。当做多错多的风险远大于不做被催的风险时，一个理性的地方官员会怎么选？他会按下刹车键。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僵局，钱不够用，但是不敢花；项目要上，但是不敢批；债要还，但是还不动。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有一笔过去从来收不到，现在技术上终于收得到的税源出现在眼前，任何一个财政部门都很难不动心。
现在我们把最后一块拼图放上去。2026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13.1%， 在零售销售几乎没有成长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逆势跳升了 13.1%。 一边是土地卖不动，地方财政自给率跌破一半，每天举债700亿，另一边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一批海外资产静静地躺在香港、新加坡、开曼、维京群岛。过去因为看不见，所以收不到，现在 CRS 让它变得看得见了。一位资深的独立财经评论人是这么说的：税务执法扩大到海外财富，主要是因为公共财政的塌陷。他还说了一句更值得玩味的话：那些缺乏强大政治背景的富人可能真的会被收割，而真正顶层的家族，海外资产的安排恐怕早就完成了，未必会受到新规多大影响。这句话没有办法查证，但他提出的问题很真实。当一张网撒下去的时候，最先被捞起来的往往不是最大的那条鱼，而是那些游得不够快也躲得不够深的中间层。不过我们也必须把另一面完整的说出来，否则这期节目就不诚实了。如果你去看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方动态，你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2026年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等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7月31日，外汇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8月初，外汇局召开下半年工作交流会，提出的重点是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推动跨境贸易及投融资便利化，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外汇管理创新。同一份会议纪要里的下一句话是：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外汇市场监管，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开放和监管、便利化和监测这两个词永远一起出现。外汇储备的数字也不支持一个崩溃的叙事。截至2026年7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42 万亿美元，较6月末还上升了25亿美元。所以真正的图景可能既不是有些人讲的全面锁国，也不是官方描绘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它更像是一个政策上的分流闸门，制度性的、可控的，走在明面上的资金通道继续拓宽甚至鼓励，而个人的、分散的，走在灰色地带的资金和人员流动则被一格一格的收窄。问题在于，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能用的恰恰只有后面那一种。那么这一切最终会带来什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富豪对经济的信心已经跌至14年的低点。2025年，中国高端消费市场规模降至 1.56 万亿元，同比下跌 5%。黄金已经连续3年位列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偏好的第1位。英国恒利环球顾问事务所的财富迁移报告把中国列入了那批陷入结构性财富迁移困局的司法管辖区，评分 60.5。 报告里引用了一位英国经济学者的话：高净值人士的迁移正如矿坑里的金丝雀，是经济政策危险将至的讯号。若富裕人口集体撤离某个国家，你就大可相信该国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而根据该机构的数据，仅仅在2026年的前5个月就收到了来自86个国籍、涉及47项投资移民项目的申请，超过 28% 的申请人目前已经居住在原国籍国以外。瑞银的数据更直接，在55岁以下的亿万富豪客户中，高达 44% 在过去1年至少搬迁过1次。钱和人正在同时寻找出口，而闸门正在同时关小。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了：钱出不去，人也走不了。这个结论到底成不成立？严格的说，它是夸张的。5万美元的额度还在，合法的贸易和投资通道还在，绝大多数人办护照、出国旅游依然不会遇到任何问题。9月15日之后的实际执行会松会紧，此刻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但是这个说法之所以能引爆整个华人世界，是因为它抓住了一种真实的体感变化。过去那些门是虚掩着的，你知道规则写得很严，但是你也知道实务上还有空间，还有灰色地带，还有数不清的变通办法。而这5道命令合起来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把那些灰色地带一块一块地写进了白纸黑字，把过去的实务做法变成了明确的法条，把过去查不到的资产变成了系统里的一行数据，把过去只针对特定人群的措施写成了适用于所有人的通则。当灰色地带消失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这是法治的进步，是税收公平的实现，是对诈骗集团和技术外流的必要防范，而另一些人会觉得这是门正在关上的声音。这两种感受也许都是真的，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制度转折正是在这种双重真实里完成的。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想一步，这5道令合起来，其实在回答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一个国家和他的富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大半个世纪，各国政府大抵可以把最富裕的居民当成相对固定的资产，因为他们被自己的企业、家庭联系以及有限的国际流动能力绑在原地。但是恒理环球顾问事务所的执行长说了一句很尖锐的话，这个假设已经日渐不合时宜。今天的高净值人士不再把生活绑在单一国家，他们在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弹性布局，第二国籍、海外居留权、多地银行账户、跨国企业架构，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财富保全工具。于是各国政府现在竞逐的不只是资金，还有那些能带来增长、创新和就业的人。当一个经济体选择用收紧的方式来留住财富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做一个赌注，它赌的是离开的成本高于留下的成本。而当这个赌注下得太重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种反效果，那些原本还在犹豫的人会因为看到门正在关上而决定现在就走。CNBC 引述的那位新加坡律师说，这是中国相关私人财富规划的分水岭时刻。而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深人士讲得更直接，新规实际上是把过去的避税底座给拆除了，在筹现潮之后将出现大规模的财富外逃。这是预测，不是事实。事情最终会走向哪里，要看接下来这几个月的实际执行。真正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记住的，或许是这个时代给出的那条规律：财富的自由流动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它是一种需要被制度反复确认的特权。当一个经济体最担心的事情从钱进不来变成了钱出去，从人不肯回来变成了人不肯留下，那么它所有的政策工具都会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一扇门很少会砰的一声关上，它总是一寸一寸的合拢，每一寸都有一个听起来完全站得住脚的理由：防诈骗、防技术外流、防洗钱、税收公平、保护公民的海外安全。每一条单独拿出来，你都很难反驳。直到有一天，有人站在登机口前，发现只剩下最后5分钟，而在那之前，那扇门发出的每一次声响，其实我们都听见了，只是我们选择相信它还会再开一次。